现在这种甜甜的。我觉得是这几年大家就是没有在分性别，香水没有分性别之后才发现。可是事实上，在欧洲本来花香男生就都有在喷，本来就没有什么在分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啊。好，老师，那你自己有没有闻过 Miss Dior 这个系列？可能有闻过，也没有太大的印象。因为一开始主要就大部分接触沙龙香。哦，你一开始就直接沙龙香了，所以才回过头，反过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商业香。对，很多商业香其实做的也真的是也很值得去慢慢品尝。是，好，那其实 Miss Dior 就有好几个版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，刚看了资料才还蛮多的，非常多版本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借这一次在镜头前跟大家介绍这一支叫做 Miss Dior EDP。好，那它没有中文名称，它就是淡香精。淡香精，对 ，Miss Dior 淡香精。老师，那这个 Miss Dior 的故事让你说一下好不好？介绍给你说这一支香这个系列的这个系列从何而来？对，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，然后迪奥先生一直很希望可以创造一些香水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种以幸福和平，然后充满希望作为一种感受，然后让大家可以体会到的一种香气，然后呢做出了香水。可是刚开始他不知道要把这样的香水取作什么名字。对。然后呢，刚好有一天他的妹妹刚好走进他们的工作室，就有人喊了，就是Christian Dior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，为什么就干脆就把这支香水叫做 Miss Dior。Miss Dior。对。所以这一支 Miss Dior 就是以他妹妹来命名的，就对了。好，那他妹妹我们也要介绍一下，她是在那个时候，算是在对抗纳粹压境的时候，那妹妹是这个民间的反抗组织的领头人，所以也算是对于这个自由爱好的运动算是贡献很大的。所以她把她妹妹这个名称呢也一起放在了这一个系列的香水里面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试试看。我们曾经有拍过了花样迪奥啦。那个 Bloom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试试这个最原版的、最原始这一支是发生在几年的时候？1947。1947。那这后面有改过一次版本对，是2021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手边这是2021的。那学姐有没有什么跟之前版本不一样？1947是以白花、茉莉跟铃兰为主香。是。它甚至铃兰花的香气是占大部分，虽然它宣传的时候都说茉莉啦，是对，但是新的这个版本，我觉得它改了，它以玫瑰为主香调，然后再用铃兰跟鸢尾去陪衬它。OK， 所以我们可以来闻看看，好，试试看。对，前面这一段故事还蛮重要的，以后我们会多带一些进来给听众朋友，一开始有一点甜甜的，然后加一点柑橘，对不对？对，柑橘味道还蛮明显的。花香，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种美食感呢？对，它好像有点蜜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蜜糖。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呢。我本来会觉得它是比较更多花香，对不对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哇，学姐，杏桃，杏桃，对，有。你是桃子的味道，反而花香好像还没出来。杏桃带着绿叶，那这个绿叶有点像搓揉出来的这种树叶，把它搓揉出来的这种清香感。那它那个杏桃的味道还蛮明显的。吃过那个国外那个杏桃干吗？应该有吃过，就是那个味道啊，真的。对啊，水蜜桃干或杏桃干都是这个味道。好，老师，前调你目前闻到了什么？前调变化的还蛮快的，很多从前面那个很甜甜的那种美食感，然后呢，接下来那个带一点点柑橘的可是它也没有那种酸，那种柑橘的酸涩感，没有，只有那种甜甜的那种。然后挤2-3分钟后，它的花香才会开始慢慢隐约的
出现。是，那你有闻到绿调吗？还没。哎，但我有。你有？那学姐，前调你闻到了些什么？我闻到是蜜糖，甜甜的蜜糖，然后可是那个甜分不会很浓郁，它很快就跳出自然水果的香气，所以那个甜美的感觉是很大自然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有点绿感。就是它不是那种死甜的，它是很像。其实我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欧洲的少女，是可能围着一个丝巾在脖子上，穿着一个漂亮的洋装，在大草原上奔跑。花园里奔跑，不是草原，花园里奔跑，就是很活泼、很甜美的那个，然后阳光明媚的感觉。对。他没有要表现太。不是说你太什么，太小朋友的甜美，不是少女的甜美，没有。她要表现的甜美是有点力量的，有点力量，就是她可能有一定的，也不是说她已经很成熟了，可是她不是那种很单纯的少女，但是她就是维持她的甜美，维持她的勇气吧，因为就是符合 Miss Steele 的小姐的个性。OK， 好，那老师呢？老师这一支有没有给你什么画面感呢？就跟他刚刚讲的那个很类似，是那种很比较少女吗？但那个少女是很有个性的。我的少女不是穿那种洋装长裙的，是穿的牛仔裤的。但是她还是绑着蝴蝶结，头发绑起来很利落，然后呢，去很勇敢的在那里奔跑，在那里很自在的那种享受她那种自由的快乐。这个我的画面呢，反而是有点像我这次去罗浮宫结束之后嘛，我跟女神在罗浮宫广场这边见面了。那她带我到旁边附近的一个杜乐丽花园，这个是皇家公共花园，巴黎市中心最早的。不是那个凡尔赛的后面的花园，不是，在罗浮宫后面。他就带我去，因为不远。那经过了这个公园之后，旁边正好就有下午茶。哇，我们就在这种上个世纪的这个中古建筑，走廊边，下午茶。哇，你就看到所有的法国人都喜欢在阳光底下，然后也有树荫这样子。它这个花，当时那个时候还就在几天前了，这个玫瑰花还是都开着。哇，你就欣赏这个玫瑰的花园。那我们突然因为法文我看不懂嘛，他在那边已经3年了，他帮我翻译一下，然后跟这个服务生点饮料，因为我都看不懂法文，他就跟我解说这是什么。那我看了个半天呢，我就点一个说，那不然隔壁桌上那看起来那一杯不错啊，就它是有点气泡饮，然后里面有一颗草莓，然后也有一点这种酸酸甜甜，又有薄荷叶加进去的这种，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饮料嘛，很适合夏天。我觉得目前这一支味道就有一点像是我点的这一杯饮料那种感觉，水果气泡饮，水果气泡饮，水果气泡饮，我的绿意开始出来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说为什么跟这个我那一杯饮料很像，因为它就是加了薄荷叶，但是这个目前这一支Miss Steele淡香精，绿叶不是来自薄荷，是来自于叶子搓揉开来的味道。它没有那么凉啦，可是它就是有个气泡的水润感的花果香调。是。我现在到现在花香都还没出来，我手上好果啊！你反而是果。对啊，我是有果也有花。哎呀，我好果。你的很油啊。它不讲，觉得它好油。你的也很油啊，你的香精也很浓，你超亮的。对，看我们的都这样。为什么我怎么这么水果啊？对，然后我的很黑。对，我是晒黑。你们俩的水果都没有那么强对，没有，我的跟它比较像。我的水果超强的，我到现在还在杏桃。你还在杏桃？对啊，我还闻不到花香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支的话，老师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时机点？
我觉得很适合约会啊，或者是出去旅游啊。像你去法国玩的时候，你觉得我就觉得很适合带这一支。是小巧轻便，小巧轻便，而且你讲迪奥音，大家都知道。法国人，你跟法国人讲说，我喷的是迪奥香水，他们也很喜欢你喜欢他们的东西，他们的骄傲了哦。好，学姐，那用在什么场合？那什么人适合这一支？我前段的话，我现在觉得刚出社会的大学生女生就是刚开始踏入社会，所以你一定会很有冲劲，你满怀的希望，然后你给自己勇气去面对新的挑战的那个感觉，可是又没有失你，就是你只是要刚接触嘛，所以你原有的那个青涩还在，但没有到单纯或幼稚啦，对，就是你只是带一点青涩，然后带一点勇敢，然后你想要开始迈入这个新的领域里面，对，很适合大学生刚要进职场的那时候，不管你要面对新的工作或是新的伙伴、亲密伙伴、新的恋人，就是都是那样子的心情，你会觉得你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对，开出新局面，对那个时候 ，OK， 那老师有没有什么人适合这一支？就你来看，什么样的人啊？幼稚园老师，为什么？对，可以。他不会那么甜美，然后但是有一点点的成熟度啊。然后呢，那一点点那种绿意会让人家感受到那种生命力，让人家觉得是有个性的，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甜美。他没有那么的普通。对 ，OK，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给幼稚园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到这边，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后调有没有变化。再见啦，拜拜。不过这一支跟 Bloom 比起来还是有不同的对不对？不一样。好，学姐后调，我还是很果香我的花好像只是在陪衬那个杏桃的感觉。而且刚刚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它的扩散其实蛮好的。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，手有挥动到的话，那个花香就开始飘出来。反而你觉得果香还是它在我身上还是杏桃感的那个果香比较多，变成花香好像是要让那个杏桃不要太甜腻。就是玫瑰有，可是我觉得它不是主角，它是陪衬的。在我身上是这样。是，对。那反而我觉得我现在是。花香比较多，果也有啦，但是大概6:4吧，花是6，果香是4成。我的果香大概只有2-3成，所以你花比较多。对啊，可是我果真的好多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果。所以你们两个的呈现方法也就不一样，差蛮多了好，那老师，那你现在后调喜不喜欢这一支啊？我还蛮喜欢的。喜欢它哪个部分？就它那整个。那个花香的甜美感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那种商业香常闻到那种很甜美那种感觉，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。而这次的那种甜美是那种花香，你会觉得它很自然呈现的那种花香。对，就好像你会在夜市买到那种叫什么芳香那种。室内芳香很人工、很化工的味道，而且很浓郁，它那个味道很浓。可是呢，这一支呢，它就是你觉得它就是那种你靠近的那些玫瑰，还有或者是茉莉花香那种很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香甜感。所以你现在花香是比较多。那哪一种花？会是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在看它的结构有，玫瑰嘛，还有百合。那现在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？我觉得差不多呢。差不多，算均衡的，对。学姐嘞，你的果还是杏桃的果？还是其实我就是玫瑰百合在衬那个杏桃的味道，
因为你们一直说我闻不到百合的感觉，或许它的百合对我而言是偏果香的氛围。有啊，对，他还自己闻不出来。是我觉得那对我而言不是百合，所以说不定我现在呈现出来就是百合衬那个果香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它的百合在他身上还比我身上好闻。是哦，因为就是它陪衬果香嘛，所以百合跟果香，百合一开始也是甜嘛，对，所以它衬那个果香，就整个感觉就变得很特别，其实是好闻的。是，它在我身上其实还算蛮吃香，而且就是跟原本你既定印象的 Miss Dior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是，OK， 好，那这一支总体来说应该还不错啦哈，对不对？老师你会给他几分9.7。9.7，好，喜欢它的原因，我觉得它很有那种沙龙香的那种水准。哇，对，好，那学姐嘞9.8， 9.8，因为我觉得它，跟前面几代的 Miss Dior 比起来，我觉得这一支我蛮推的，因为吃香度好，然后表现的优雅感也很漂亮，就是虽然跟你传统的那个第一支的 Miss Dior 的感受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他又把他要表达那个优雅、温柔、爱的感觉拉回来，所以跟前几年出的那种很纯粹甜美的感觉不一样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一支比较有层次，然后整个品牌特色有出来。我还蛮推这一支的。对，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一支呢跟花样迪奥做个比较一下，因为这2支都是有特色，不过这一支比较容易被忘记，反而比较知名的是花样迪奥。对，我觉得有机会要把他们2个做个比较，让大家可以选择一下。对，好 ，OK， 再次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喽。谢谢老师，下回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。